为什么地球现在只剩下一个月亮，而不像火星有2个？如果地球是另一个大行星的卫星，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或者月亮有颗自己的月亮，对地球又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能看到最后，并把故事倒过来看，或许能给月球飞船假说带来另一版本。首先要把你扔回45亿年前，就是地球历史上最具冲击性的时刻之一。科学家们推测，在太阳系的早期，地球旁边有个叫忒伊亚的行星，大小可能和火星差不多，但咱们没有太多证据来证明，毕竟忒伊亚已经不存在了。这就引出了大碰撞假说。为什么叫假说？因为月亮究竟是怎么来的，并没有完全的确凿证据。我们就根据这一理论来分析，忒伊亚和早期地球的轨道注定了它们会迎头相撞。当2个巨大的天体高速碰撞时，堪称天地色变，大量的物质从2颗行星上被抛射出来，但这些碎片并没有直接飘向外太空，而是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由熔融岩石、尘埃和气体组成的密集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这些物质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最终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天体，也就是今天的月球。那么，如果月亮真是这么来的，这是不是意味着还会有第2次大碰撞？其实，这并不是卫星形成的唯一方式。除了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完成的大碰撞假说，还有成本更低、更快获得一颗卫星的途径。比如，一个小天体路过另一个引力更强大的天体时，被捕获或拉入其轨道。就像海王星的卫星海卫一，它曾被认为是一个位于柯伊伯带的巨大冰封天体，可能是在一次近距离接触后被海王星的引力捕获。这次巨大的引力扰动可能将它从原来的轨道上弹出，并将其拉入了海王星自己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王星的潮汐作用力迫使海卫一的轨道从狭长的椭圆形变成了近乎圆形，而这种轨道的形成是因为海卫一与太阳系中其他大型卫星不同，它是逆行轨道。但这可不是像水逆一样，这只是表示它的公转方向与行星的自转方向相反。现在你想象一下，要是月球的卫星也像海卫一一样是一个被捕获的天体，也许它曾经是一颗小行星，路过地球时距离刚刚好，既避免了与地球相撞，又离月球足够近，以至于被困在了月球的轨道里。这将造成一次极其微妙的引力扰动，它的大小要刚刚好，既能被月球的引力锁定，又不会扰乱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一项研究表明，为了在月球周围保持稳定轨道，这个天体的直径不能超过1公里。但即使这颗小行星成功地成为了月卫一，它也无法永远保持这个身份。它会持续受到地球和月球潮汐力的双重拉扯，被推向不同方向。现在你脑子里是不是蹦出了2个字：三体运动？没错，这种3个天体相互作用的引力系统往往难以维持长期稳定。月卫很有可能会被从轨道上抛出，或与月球相撞。因此，即便当初有月卫一，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最多可能只有几年或几十年。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除了让我们多了一些关于月亮的故事外，这颗月卫对地球上的生物几乎不会有任何物理上的影响。或许在适当的时间会让天文爱好者观看一场奇观，看到它渐渐飘回太空深处，或是急转直下撞向月球表面。可万一它不小心受地球引力影响，一头撞向我们呢？如果它最终与地球相撞，这颗月卫的结局将与其他撞向地球的小行星一样，进入我们的大气层，在与空气摩擦时产生剧烈的高温。考虑到它的尺寸很小，它很有可能在撞击地面之前就已解体。但如果它保持完整，可就麻烦了。以平均每小时 7.2 万公里的速度，这颗小行星可能会直接砸在你的城市上空。这样一次撞击释放的能量将相当于数千兆吨 TNT 炸药。回到开头的问题，如果地球是另一个行星的卫星会怎样？现在就把地球突然缩小到月球那么大，而月球膨胀到地球那么大。首先，我们来设定一个限制：如果地球缩小，地球上除了人和动植物保持不变，其他一切地理条件都会按比例变小，咱们就叫它小地球。而那个更大的月亮就叫大月球。首先，
引力会发生巨变。对于任何天体来说，引力的大小取决于质量和半径。小地球的半径将是原来的1/4，但其质量仅为常规地球的2%，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特别刺激。在小地球上，你会感觉更轻，因为引力只有原来地球的27%。如果你在常规地球上体重70公斤，现在你大概只重19公斤。在这样低的引力下，你的行动会特别轻松，像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蹦蹦跳跳一样。只不过你还在地球上，而且不需要穿宇航服。曾经遥远的地方会突然变得近在咫尺。曾经6000公里和7小时的航程，现在只有1500公里，飞行时间不到2小时，可谓物极必反。坏消息也随之而来。人类是在一个引力强得多的星球上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不适应在低引力环境中生活。在太空中仅停留6个月，宇航员就会失去13%的肌肉质量。虽然低引力环境不如零重力那么糟糕，但你的身体仍然会受到严重影响。你的脊柱会退化并变长，导致持续的背痛；肌肉会萎缩，由于引力减小，身体的体液会更容易向上半身移动，导致一些科学家所说的脸部浮肿、鸟腿综合症。大概的样子是，你的腿会变得很细，脸会肿胀，眼睛也会受损。如果你觉得很严重，那大月球的影响会更可怕。现在变得和地球一样宽，重量大约是原始地球的2/3。你猜怎么着？它的引力也会大幅增加。现在大月球的引力将达到常规地球的2/3左右。这会给小地球的潮汐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常规地球上，潮汐高度大约为1米，但如果月亮突然变得重得多，它会对地球表面产生更猛烈的拉扯。曾经的潮汐现在将变成海啸，导致沿海城市会被淹没和摧毁，人类无法生存。这还只是开始。大月球的引力会如此强烈地拉扯小地球，以至于会使地表变形，引发大规模的地震和剧烈的火山爆发。你看看木星的引力是如何让木卫一遍地火山喷发的，就知道了。而最后那层让我们可以生存的大气层，在这个新的小地球上将很快会消失殆尽。首先，引力的急剧下降将无法再束缚住大气层，它会开始飘向太空，一些气体甚至可能被大月球捕获。即使小地球能保留一点点大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侵蚀殆尽。由于尺寸变小，小地球会更快地冷却，最终失去其熔融核心的热量。正是熔融外核的运动赋予了我们星球磁场，而磁场有助于保护大气层免受太阳风的剥离。失去大气层意味着你将无法呼吸，温度会变得像月球一样，白天酷热，夜晚骤降，海洋和湖泊中的液态水都会沸腾蒸发，这基本上就是小地球上生命的终结。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里，小地球将不再是一颗行星。月球对地球是潮汐锁定的，这意味着它自转一周的时间与它围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因此月球总是一面朝向我们。在我们的新情景中，经过数百万年，小地球最终也会被大月球潮汐锁定。小地球的自转会减慢，最终它会变成今天月亮这样的卫星。我们星球的一半将永远看不到天空中的大月球。小地球上的一天也不再是24小时，而是可能长达1个月。你将经历半个月的黑夜，紧接着是半个月的白昼。在小地球上，你将在稀薄的大气中挣扎求生。你的身体会因低引力、极端温度、辐射、地震、火山和海啸而备受摧残。你的生活将无比悲惨，但也有好的一面。你抬头看见的大月球，在夜空中看起来会非常壮观，它的亮度会是以前的4倍。你还能频繁地看到日全食。不过考虑到小地球上的种种问题，大月球越看越有吸引力。首先，它的引力比小地球大，而且它位于太阳系的宜居带内，能获得和我们习惯的同样多的太阳能。但2个最大的问题是，大月球仍然缺乏大气层，也没有液态水。因此，如果人类想在大月球上定居，我们就必须为它建造一个大气层。一种极端理论设想是，通过巨大的能量冲击，
释放大月球内部可能存在的挥发性物质。凭借其更强的引力，大月球将更有可能留住这个新形成的大气层。有了基本的大气层后，下一步就是从月球两极的水冰中获取水源。一个常规大小的月球两极大约有66亿吨水冰，而大月球的水冰储量将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释放出水后，就可以引入植物来产生更多气体和氧气，为建立月球基地迈出第一步。至于如何将物资从小地球运到大月球，一个好消息是，由于小地球的引力较低，发射宇宙飞船到新月球所需的燃料会少得多，所以也许人类终究会找到生存之道。我们以前也曾经历过灾难，并希望能再次渡过难关。当然，这些都只是基于科学理论的想象推演，但正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我们得以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人类在仰望星空时显得如此独特。